好家伙，俄罗斯国防部是真狠啊，竟然在瓦格纳撤离的路线上埋地雷，而且一埋就是数百颗，根本就不打算给瓦格纳活路。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跟着大兵咱们接着往下看。目前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戈金在最新的发文中呢，称99%的瓦格纳成员已经离开了巴赫穆特，所有阵地都移交给了俄国防部下属部队。而在整个撤离过程中，瓦格纳并未遭到乌军部队的阻击，看起来像是乌军有意放瓦格纳离去的，这或许是有着别的考虑。不过，乌军虽然有意放瓦格纳离开巴赫穆特，但是瓦格纳撤离的途中却出现了意外。就在当地时间6月2号，普里戈金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瓦格纳集团的惊喜来自另一方。根据普里戈金的说法，在撤离巴赫穆特之前，瓦格纳就曾发现在撤离路线沿途有可疑人员活动，随即报告了相关部门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沿途被布设了大量的爆炸装置，其中包含了数百枚反坦克地雷和数吨炸药。最离谱的是，布设这些爆炸物的竟然是俄罗斯正规军。随后，在未能从逮捕的俄军口中获得有效消息后，普里戈金认为这些布设在撤离路线上的爆炸物可能并不是用来对付乌军部队的，而是要用于对付撤离途中的瓦格纳集团的。不过在撤离过程中，这些爆炸物并未发生爆炸，也没有人受伤，因此普里戈金认为应该是有人想要警告他。截止至今，俄国防部尚未对此做出公开回应，不会是让普里戈金给说中了吧？另外呢，对于这件事儿，网上还有一些观点认为，俄军在撤离路线上布设反坦克地雷等爆炸物，或许并非是为了对付瓦格纳集团，因为如果真的打算对付瓦格纳，俄军除了布设地雷外，应该还会调集重兵围剿，所以俄军这么干，很有可能是在为未来的巴赫穆特总撤退未雨绸缪。毕竟在宣布完全占领巴赫穆特后，俄军在该地区的处境很不佳，看不出任何试图继续前进的迹象，反而是被乌军不断从南北两翼发起前行攻势。根据此前其他战区的经验，乌军这么做虽然不一定能包围俄军，却很有可能迫使俄军撤离该地区，从而以最小的代价兵不血刃地夺回巴赫穆特。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瓦格纳士兵清理路线上的爆炸物期间，竟然还有俄军士兵直接进行攻击，双方甚至进行了激烈交火。在爆炸物事件不久，普里戈金呢随即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显示瓦格纳俘虏了俄军第72摩步旅旅长维尼维丁中校。他经过瓦格纳一系列审问后承认，在醉酒状态下命令部队向从巴赫穆特撤离的瓦格纳士兵开枪，声称是个人敌意。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当时的瓦格纳工兵正在对撤离道路进行勘察排雷，但在工作中突然遭到了来自俄军阵地的轻武器射击，期间有车辆被击毁，只不过没有人员伤亡。瓦格纳士兵随即开枪反击，俘虏了包括维尼维丁在内的多名俄军人员。不过呢，维尼维丁所谓的个人敌意是从哪儿来的呢？大兵查阅资料后发现，这或许还与5月份该旅的溃败有关。在当时，这个被乌军击溃的72旅是俄军在2022年8月新组建的部队，作为俄军第3集团军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主要由哥萨克志愿者组成的新编队。由于都是新兵，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出色。在其成立1个月后，也就是2022年9月，就十分倒霉地遇到了乌军发起的哈尔科夫大反攻。部署在当地的俄第3集团军自然也出现了不少减员，其中呢包括这个第72独立摩托化步兵旅。随后该旅的幸存人员又被重新部署到了尼古拉耶夫州，但很快呢，在去年10月份乌克兰南部反攻期间受到了重创，随后就失去了这支部队的消息。紧接着该旅在今年年初再次出现，被派往了巴赫穆特外围，下令其防御乌军部队。但是巴赫穆特现在有多惨烈，大家也是知道的，让这样一个士气低下、战力弱小的部队前往，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到这里后呢，他们除了要应对乌军的突击之外，还需要防备海马斯的点名，日子过得十分凄惨。于是在5月9号胜利日当天，守在巴赫穆特侧翼的俄军第72摩步旅居然放弃阵地逃走了，在战场上留下了2公里左右的空白地带。而这块地区呢，则是瓦格纳雇佣兵血战多日，付出500多人阵亡的代价才拿下来的，并且为了补上72旅溃逃的缺口，瓦格纳同样付出了不菲的代价。而击溃该旅的正是此前在亚速营基础上扩建的乌军第3突击旅。
经此一战，第3突击旅摧毁了俄第72旅2个中队以及瓦格纳的第3突击中队，直接收复了3乘2.6公里的区域。根据后续乌克兰军方报告的说法，在这次行动中，乌第3突击旅的攻击小组目前正在核实有关消灭另外87名俄军的数据。此外，乌军还抓获了5个俄罗斯俘虏，并摧毁了敌人几个弹药仓库、迫击炮和不止1辆步战车。而对于这次72旅的溃逃，一名活跃在巴赫穆特地区的瓦格纳指挥官认为，第72旅撤离的原因除了士气之外还有就是该部队和瓦格纳集团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最终导致其选择直接逃走。而由于侧翼的失败，在巴赫穆特，当时瓦格纳一度面临被包围的严重风险，其侧翼已经对乌军敞开，俄军防线的完整性也受到了破坏。如果乌军能够利用好这片收复的土地，就能够从外围反向包围瓦格纳部队。也难怪当时普里戈金能说出我们的军队正在逃亡，如果我的瓦格纳垮了，乌军能一路推到罗斯托夫这种话了。原本大兵还以为这只是他对绍伊古能力的质疑，谁知道说的居然是实话。对于这次72旅的溃逃，普里戈金直言这等于是背叛了俄罗斯，同时他又一次要求国防部提供足够的弹药，否则就撤出阵地。很有可能这次第72旅袭击瓦格纳就是因为这次溃败而怀恨在心。瓦格纳在前线的优秀表现反而更衬托出了俄正规军的无能。不过就在大兵要下结论时，又发现了另一个推翻该观点的信息。就在5月1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发布过一篇采访报道，内容显示，当时参与袭击巴赫穆特附近俄军阵地的一名乌军指挥官称，第一批放弃该地区的俄罗斯人是俄雇佣兵集团的瓦格纳成员，当时俄军第72旅仍然留守战斗。他的这说法直接和普里戈金此前的说法相矛盾。根据报道，这名代号为罗洛的乌军指挥官宣称，战斗当天，当瓦格纳部队撤离巴赫穆特西南边车站时，俄第72旅仍在战斗。罗洛还称，乌军曾一度使用美国援助的海马斯火箭炮打击正在集结准备增援阵地的俄军士兵，而该旅士兵直到被包围后才投降，我们花了2个小时试图说服他们投降。采访中，罗洛对于普里戈金的说法表示，他就是一个骗子，想把失败完全归咎于俄正规军。同时他还评价俄军士兵是优秀的士兵，也不知道这2个说法到底是谁真谁假。如果说瓦格纳是最先撤离才是真，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第72旅指挥官会带兵袭击撤退途中的瓦格纳了。毕竟当时瓦格纳不退的话，第72旅的伤亡也就不会那么大，甚至一度被乌军打散。不过要是第72旅先撤是真的，那么大兵猜测这次袭击瓦格纳应该就不只是他自己的意思了，应该是受人指使才有如此行为。这就能理解为何第72旅的指挥官袭击时喝了酒，可能也就是为了壮胆。毕竟袭击瓦格纳的罪行绝对不轻，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这名指挥官的下场都不会好到哪儿去。想必他自己也是很清楚的，但是迫于某人的命令，不得已而为之。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谁又对瓦格纳有着这么大的怨念呢？大兵接着上网查阅资料，发现该旅隶属的第3集团军上级是俄罗斯西部军区，而该军区的总司令现今是叶夫根尼·尼基夫罗夫。这次袭击事件有着一定的嫌疑。首先，这个人是与苏洛维金、卡德罗夫以及普里戈金少壮派阵营中的人。此前，他们为了取代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集团中的人，一直用舆论施压，将其阵营中的军官拉下马，就像此前被解职的拉平上将一样。当时由于在红利曼作战不利，拉平被卡德罗夫和普里戈金找到机会疯狂抨击，在2人的施压下，拉平成功被克功解职。之后接替他的库佐夫列夫也被拉下马。也就是说，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的势力正在被不断的挤压。按道理来说，作为同一派系，尼基夫罗夫应该和普里戈金关系很好才对，但大兵深入调查后又发现，前者曾任俄罗斯驻叙利亚部队司令，而大家都知道，瓦格纳集团此前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叙利亚境内活动。如果当时驻叙俄军与瓦格纳有过矛盾，那么这次袭击事件背后可能就有存在尼基罗夫的影子。另外，随着现今绍伊古一派的示弱，是否意味着普里戈金一派内部也开始分蛋糕了呢？这次袭击可能就是尼基夫罗夫为了争取到更大的利益，从而警告普里戈金，意思就是你的蛋糕就这么点，以后老实点。
此外呢，大兵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第72旅的指挥官背后是秘密听命于绍伊古、格拉西莫夫一派。毕竟西部军区最初的总司令就是格拉西莫夫，想安插自己的人手实在是太简单了。一句令下，这名指挥官就变成了弃子，并借此给普里戈金传达一个信息：别太过分，我们有的是手段。原因可能是此前普里戈金实在是骂得太狠了，跟跳脸输出没啥区别。比如在5月初，普里戈金就曾怼俄罗斯国防部，不仅指责俄正规军不帮忙，还专门拍了个视频威胁绍伊古等一众高官，称自己将带着瓦格纳在5月10号撤离巴赫穆特战场。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因此俄国防部一直不待见普里戈金，所以呢，不能排除这种猜想，就是不知道普里戈金和瓦格纳回去之后会不会依然遭遇此类的情况。总结来说，这件事情呢，背后所牵扯的俄军高层可能会有很多，这也就是为何俄国防部都没有向外做出回应的原因。那么大家认为幕后黑手会是谁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